千禧年 ，PlayStation 正式开启了新的游戏时代，更强的硬件、更精美的画面、更完整的剧情演出、更丰富完整的故事，以至于游戏行业开始越来越像电影工业。但就在这个时代，有一家厂商却做了一件反潮流的事情，它没有固定的英雄，没有个人故事，有的只是未来的科技、世界的格局、各种公司以及没有名字的雇佣兵。他甚至没有明确告诉玩家你战斗是为了什么，只是给了你一台机器人，然后告诉你去成为驾驶员吧。这就是《装甲核心2》。本作于2000年8月首发于日本，是该系列的第4部作品， PS2 美版的首发游戏之一，也是系列首次登陆 PS2 平台的重要作品。不同于红透半边天的高达、EVA， 甚至也不同于之前介绍过的异度装甲，这些作品不管机甲设定上是真实系还是超级系，始终有一个故事，而故事的核心是人。有的表达了传统的反战思想，有的表达了人心的犹豫、摇摆和成长。而装甲核心系列将人几乎剔除在外，你不是一个驾驶机甲的脆弱少年，你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雇佣兵。这种风格奠定了 From Software 的核心，不管是后来的黑魂、血缘、老头环，你只是不死人、Action One、Hunter、Outside， 或者是褪色者，这些都是同一个设计理念。玩家不是观看英雄，而是成为英雄。像不像我之前说过的 JRPG 和欧美 RPG 的区别呢？ F-Zero 的设计内核非常的美式，游戏中的主角由玩家创造，但他创造的是战斗方式，其核心就是构筑你的机甲，一台 AC， 由头部、胸部、手臂、核心、发电机等等我们看到的非常多的部位组成。改变任何部位都有可能改变你在战场上的打法。轻型机速度快，空中机动性强，但是机甲薄弱；重型机火力强，装甲厚，但是消耗大，移动速度慢。武器上你可以狙击，可以近战，可以导弹轰炸，可以高速突袭。外形上有2条腿，有4条腿，有没腿有履带的，还有没腿会飞的。只要你想得到，就能搭配出千奇百怪属于自己的机甲。构筑细致到你可以定制机甲每一个部位的具体颜色，甚至亲自绘制属于你自己的图章。虽然颜色、标志、外观这些自我设定并不起眼，但从心理感受上就意味着这台 AC 就是你的，满足了焦老的各种喜好。所以喜欢机甲的人一旦玩上这个游戏，真的会爱不释手。玩家并不是拿着开发者设计好的英雄，而是在创造自己。甚至在装甲核心2的竞技场里，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玩家或者 NPC 的机体。就因为这样的玩法非常符合焦老这种核心粉丝群的需求，并不能让大众普遍喜欢。第一，它操作有一定的门槛。游戏是 PS2 初期，虽然手柄上已经搭配了双摇杆，但移动方式仍然是坦克式移。战场上又希望机甲灵活，所以操作上有一些不太便利。直到多年以后的续作，系列才彻底向现代双摇杆操作妥协，降低了门槛。第二是玩家需要自己主动投入时间精力去研究游戏，比如如何搭配机甲，怎么在有限资金下火力最高、动力拉满或者移动最快，如何搭配出适合自己的战斗方式。首先，机甲有重量限制，最大重量不能超过腿部部件的最大负载能力。其次，机甲有能量来源，所有武器、冲刺、悬浮等等均受到发电机功率的限制。在此，能量武器或者高频射击甚至移动冲刺都会产生热量。玩家不仅需要搭配散热器，还需要在战场上控制能量的爆发输出，不然就会停机或者性能锁死。本作还首次引入 OB 超线推进系统，更加剧了这种资源的博弈。瞬间的高速突进伴随的是极高的能量消耗与过热风险，这些规则约束一定程度上显得非常的真实，从而弥补了游戏没有任何故事和对白告诉你具体的规则。这就使得热爱机甲游戏的玩家更加具有代入感。要么玩家需要在一次次任务失败中反复思考，要么就是回到主界面研究冷冰冰的 Help 菜单。正因为如此，玩家才更像是坐在驾驶舱里认真读取屏幕上显示的机甲操作手册的驾驶员。所以大众玩家真的耐不住性子玩这款游戏，更不用说玩家在每次任务失败后重新维修机甲，反复思考战斗对策，夜不能寐的研究机甲配置，直到赢下下一个任务的奖励，然后再用任务获得的钱去商店购买心心念念的那个新的配件。这就是 From Software 折磨玩家的手段。但就是这种折磨令玩家如此痴迷。因为真的有些玩家并不是需要服务的观众，玩家可以面对失败，可以学习复杂的系统，可以慢慢理解一个陌生的世界和陌生的规则。在黑暗之魂让世界认识 From Software 之前，装甲核心已经展示了它对于玩家的自由和系统深度的理解。表面上游戏循环是做任务获得奖励，然后购买新的部件，但更深层次的循环是任务失败，发现新的构筑思路，从而激发玩家探索更多搭配的可能性。很多人觉得剧情选择越多越自由，但装甲核心则给出了另一种自由的方式，改变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许更自由。
当然，也有人不喜欢研究这些冰冷的规则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更擅长研究饭桌上的鱼头究竟该朝向谁，什么时候敬酒，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但装甲核心提供的还是这个不需要猜测别人心思，提升自己就有满足感的世界。而有些玩家喜欢研究世界本身的规则，装甲核心吸引的正是这些人。